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回到我的频道，我是你们的酒仙小姐姐菲菲，我们的老朋友了，泰森哥。大家好。今天呢，准备跟大家做一期谷物威士忌的盲品测评。今天分别要尝的3款酒有泰的15年，江户的15年，还有一个独立装瓶厂的苏格兰威士忌，它是34年。34年。因为本身谷物威士忌就比较少，那精呢我又觉得不是很喜欢，所以我就拿了一瓶我的最爱 Cadenhead 的34年，然后我们做一下盲品，然后一会儿我们再讲这3款酒，先尝尝看。好，这3款酒，2款日本的，1款苏格兰的。话梅味儿。那个酸梅汤的味道。这3款酒的颜色其实都很淡。非常非常的淡，谷物威士忌，但是这里面有一款那个江户是 Sherry Oak， 其实这个闻起来就是 Sherry Oak 的味道，雪梨桶的那个味道，就干果，然后酸梅、焦糖，它在舌尖的时候，它所有的味道和让舌尖融化的感觉，就是酸梅，有一点点酸，有一点点咸，然后又有一点点甜。它甜是那种糖蜜，有点焦糖的感觉，然后又有一点奶油，然后后面还是咸，有点咸，就它不腻。而且它虽然有一点点甜，但是它酒体的话，基本上它不能算，我觉得应该算是中低，应该算中低。它其实它酒体不厚，就是不腻的一款酒，就是说能够一直喝的一款酒。是干，它不苦，就是有点像茶叶的那种回甘，是吧？再喝一款很好茶叶的那种回甘。入口的时候，那水梨桶的那香气跟那个甜美度特别的舒服。来，我们来尝一下第2款。就淡淡的雪梨桶的味道，没有，它那个有点那个米曲的那个曲味，那个曲味还挺重的。是白酒的味道吗？其实不是白酒的那种，有点像糯米酒那种酒糟，香香的感觉，在闻一个菊花香水。菊花的味道挺重的，然后也挺甜美的那种。然后梨子的香气。我觉得这有点淡，就跟第1款来讲，就是味道淡了一些，就是典型那种日本清酒加了度数的那种感觉，有点像那个高级的那种日本清酒，然后加了一点度数，但是它整体的那个酒体的变化还是挺多的，就味道上面的变化，就那果干还有那个蜜枣的香气。是有在嘴巴里面，它是能够喝到，但是就是说跟第1款比的话，第1款很明显的那个雪梨桶的味道，你跟它对比，然后这一款的话就淡，明显一个日本一个苏格兰，对，这一款就淡了很多，但整体的长度还不错，来，我们来去吃第3款，香料味，枣子，就干枣，第一下，很熟悉的味道。佐料，在我的记忆里面搜索，没搜索出来。是它有一个很特别的味道。有个很特别的味道，这个是一下想不起来它叫什么。那水果吗？像一种食物的，应该是，就我的印象里面，它是一种食物的味道。很香，这个酒闻起来有点就是那种甜腻的香水，而且特别浓的甜腻的香水那种感觉，就是不让人喜悦的那种味道，很轻柔，很淡，真的很淡，比这个还要淡多了，就真的就是说掺了很多水的感觉，对，就像掺了很多水，掺了很多水的感觉，这个酒喝起来，好淡，它整体的味道都很浅薄，就喝一下就没有味道了。对，喝一下很干净的感觉，就很干净。现在嘴里已经没有味道。对。这3款你会推荐哪一款？我自己喝的话，
推它。我自己喝我也会推它。对，雪梨桶里面，我觉得它的雪梨桶会更香一些。非常香。对，它雪梨桶的味道特别的香。好吧，那请导演给我们指笔，我们写下我们的答案吧。好了，第一个你选的什么？第一个是那个 Cadenhead 的那个34，我也选的34。第二个江户15，派的15。那请导演帮我们揭晓答案吧。好，选 C。好了，导演已经帮我们揭晓答案了，我们全部正确。那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3瓶酒的价钱啊。Cadenhead 这瓶的36年呢，它的售市场价钱大概在$300左右。然后这瓶江户的15年呢，也是$300。派的这个呢，你猜多少钱？15年，这也是谷物威士忌。你觉得它值多少钱？对我来说，5块钱，20。这瓶酒市场售价160到180之间，美金。我真的欣赏不来，真的是太贵了。我真的有点欣赏不了，我觉得太淡了，就冲了很多水的感觉，就喝不出来它太大的味道。就闻起来跟喝起来是带有一点味道了，但是真的很淡很淡。可能喜欢清淡的人可以试一下。今天他说让我们做一期谷物的威士忌，然后实在是没得选，只有一个江户和泰是日本威士忌，然后我们手里面就没有买到京，其实京是更好的去跟那2个日本威士忌去对比。今天这瓶 Cadenhead 有一点太好了，我觉得就是它这个是真的，它是 Cambridge 这个酒厂蒸馏的，然后是由 Cadenhead 这个装瓶厂去装瓶的。这瓶酒是原厂装瓶，它蒸馏的时间是1984年，装瓶的时间是2019年，也就是2019年的时候它是34年，然后它的酒精度数是50.6度，怪不得它的那个味道的饱满度啊。还有层次感，而且这个它总共只装瓶了192瓶，很少，特别少，只有192瓶，才192瓶，真的好少。这瓶酒是可以说，他昨天问我说的，你们家还有 Cadenhead 34年？我说早喝完了，我都已经喝了2-3瓶了，所以我今天为了这期视频，不得不再重新开一个这个酒。但是这个酒真的是那种，你放时间越长越好喝。咱们开瓶的时候，现在是一个味道，你看过2天，咱们两三个月之后再做视频，拿它做出来视频，它又是另外一个味道，就它那个酒精感会删掉一些，可能就会更好喝，真的是更好喝。这是我为数不多喜欢的一个谷物威士忌。其实那个苏格兰出名的谷物威士忌本来就不多，然后基本上都是包括像这一家，它是属于苏格兰里面那个7大比较古老的那个谷物威士忌之一了，然后他一直是有在给那个 Johnny Walker 他们是做基酒的提供，就是说一些大的那个做调和的，基本上都有在用他们家的那个原酒，像你说想要找他们自己独立装瓶的酒，本来就非常少，就他不具备自己装瓶的能力。其实不是说不具备，其实因为谷物威士忌来说，其实在于整个苏格兰，其实包括整个全世界所有的来说的话，谷物威士忌其实是没有那么高雅了，可以说，就很多人会觉得喝谷物威士忌的其实是比较低端，对，属于比较低端的。这个情况是一直到那个就我们所说芝华士，就我们上一有一期有聊到那个芝华士兄弟的，他们去做调和酒的时候，他们尝试去用谷物跟那个麦芽去调和的时候，才改变了很多人对于谷物的一些看法。但是他们仍然用谷物去做基酒呀，只是做基酒，因为单独喝谷物其实真的不多。那除了就在美国嘛，对吧？就美国是最多谷物威士忌的，对，就所谓的波本其实就是谷物威士忌。但这个没有波本的味道，没有那些那他用的不是他这种用的谷物，并不是说用那个很多那个玉米啊，就很多有一些他们可能混合了一些就黑麦之类什么，就有其他的东西，他不是用单一的那个麦芽去做的。对。他第一感觉就是我第一次喝它，我就觉得还行，但是我每次喝它，它都可以给我惊喜，每一次。
真的是很好喝的一瓶酒。那我们这瓶那个江户的15年呢，它的度数是40度，然后它用的是一个sherry cask。然后这瓶泰呢，在网上基本上这个酒的资料也没有太多。我记得日本呢，它有一段好像已经是规定要有在40度以上的。这瓶酒只有37，只有37度。日本好像没有规定是吧？这要是放在苏格兰的话，这还不能叫做。这个最多就是一个高级的烧酒。好了，那我们今天会推荐的就是 Cadenhead 这款酒。如果大家有，因为 Cadenhead 真的有很多好酒。它是一个独立装瓶厂先说明它是一个独立装瓶，而且算是那个苏格兰属于最古老的一家独立装瓶厂。然后 Cadenhead 所在的位置是在那个坎贝尔镇。然后其实它现在属于它跟云顶啊。对，它属于云顶。所以在它的装瓶什么都是在云顶那个去装瓶的。难怪呢。对，其实所以它整个的，如果你要去坎贝尔镇的话，其实能够去到它这个商店，它是夜商店嘛。可以去看一下那个。我好想去。对，它里面有很多一些就老年份的这种酒。我有机会，咱们一定要做一个。我家里有一个 Cadenhead 的，就 Lalek 那个泥煤味的。我前2天才发现我们家还有这么一点点的库存。我还以为你说有机会要请我去那个坎贝尔镇。我很想去，因为我现在对 Cadenhead 他选的酒我都很感兴趣，因为每一瓶都很好喝。咱们喝的任何一瓶 Cadenhead 都是好喝的，这个产量比较少一些，所以你就喝到的永远是比较独特的，就是很稀有的一些老酒了，算是。因为像这个就真的就192瓶，然后。喝完就没了。对，喝完就没了，就是这样子。我慢慢喝。好了，今天的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。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视频，记得给我们点赞关注哟。如果大家有什么想让我们帮大家尝的酒，记得给我留言。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。拜拜。